今天和大家聊一下我们相信大家都很关心的美国总统川普和世界头号富翁马斯克的这样的一个交恶啊，他们这个斗的还挺严重的。我们非常简短的去回顾一下他们最近的这个情况。当然，一开始是在6月3号的时候，马斯克就主要针对这个大而美丽法案进行了一个比较猛烈的攻击哈。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荒诞可笑、夹带私货，甚至觉得说令人恶心的一个议案。然后他就开始号召这个美国的民众给议员们打电话，说一定不要让这个通过。那他还说，就是让美国破产是不可接受的。那这个事情在这个6月5号的时候，川普在记者会上的时候就开始说对马斯克非常非常的失望哈，说也不确定未来大家还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关系了。然后甚至说，猜测啊，川普的说法就是说，马斯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对这个电车的补贴减少了，对特斯拉不利。然后说，马斯克听了这个之后，就在他的 X 平台上马上说胡说八道啊，说这个法案从来没给我看过，然后这个他们深夜发的，大家也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批评川普说他是个忘恩负义的人，说如果是我没有去给他助选的话，他根本赢不了大选。那最后还说我们要创建一个第三党哈。那川普后来就也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说马斯克疯了，说他这个又猜测是他任命这个 NASA 的这个首领的这个事情没有听马斯克的。那后来马斯克就继续升级哈，说甚至说要把这个 SpaceX 的龙飞船退出这个美国政府。然后川普也说以后干脆我们就要终止所有马斯克和他的企业的政府补贴了。所以而且还说了一句说我很惊讶拜登没有这么做。后来最爆的一个点是说，昨天下午的时候，马斯克说，川普在这个爱泼斯坦文件中哈，就是影射他的这个好像和这样的一个少女这种贩卖人口、贩卖这个少女性这种交易的这个臭名昭著的爱泼斯坦有关系。那后来川普就没有太说多话了，然后只是说可能是Elon Musk 是不是失去理智了？那这一个事情本身有太多可以展开的层面哈，我们今天就一一来快速的跟大家过一下。邵阳，好的，其实我发现呢，用一句话来讲呢，这个马斯克和川普呢，都是真小人啊。那在这个之前，人家就讲说，哎，民主党是伪君子，川普是真小人。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也的确感觉到，就是说他们两个在互相开撕的时候呢，也的确是真小人。换句话来说，他们明明知道有些的做法是不对的，用的手段和态度也是不对的。但是还是忍不住，还是在做。当然，我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呢，实际上呢，很多很多人早就已经预测了，说总有一天他们俩会闹掰的，因为他们两个人自己的这个 ego 啊，就是这种自我的这种自尊心呢，实际上是太强了，所以一山不容二虎哈，不可能就是说他们可以好好的来和平相处很长时间。甚至有人说呢，这个马斯克呢是在去年12月份，在川普上台之前就已经事先了解到川普想要来削减有关电动车的补贴，所以呢早就已经怀恨在心。当然，这一点显然是没有从他们之后在 Doge 他的所作所为，在川普一直在公开场合为马斯克说话，以及马斯克还在这个内阁会议上还戴了2顶帽子哈，还自我解嘲，上面那个帽子上写的还是川普说什么都是对的。那么这个蜜月期到现在突然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确是跌破了很多很多人的眼睛，包括我自己的眼睛。但是细想起来的话呢，这虽然是突发起来的事情，但似乎又是可以预料的事情。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因为他们都太自信了。那我想讲的是，首先一开始似乎他们双方对对方的这个是由马斯克先对川普所
拥戴的这个大美丽法案来进行批评，认为它会极大的增加美国的国债，这和川普的初衷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一开始呢只是来批评这个法案，也批评川普为什么要支持。而川普呢，一方面是对马斯克呢还是采取一个比较爱护的一个措施，因为毕竟这种对这个川普政策的批评已经造成了川普周围幕僚的不满，而这些幕僚的不满呢，也反映到川普的耳朵里面了。那么川普还是在公开场合，你看给足了面子，最后邀请他到椭圆形办公室，然后呢一起召开记者招待会，还给他一把钥匙，然后还说即使他离开，那么还会请他来为美国政府做一个顾问什么的。你看这个本身来说，可以看到一开始在两边正式翻脸之前呢，川普还是用一个非常忍让的一个态度。讲到底，其实即使是最后大家都翻脸，可能很多的人还是会去怪川普，因为为什么？你毕竟是一国的总统啊，拜托，你不可以说用一国的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利去压一个公民。你看，像马斯克，他离开美国政府过以后，他就是个公民，不管他是不是这个世界上的首富也好，或者是他是这个曾经为川普他的选举出过那么多力也好，那总统都不应该直接以他的雷霆之势在社交媒体上跟一个公民怼起来。那这是首先我看到川普可能也先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呢，他一直采取一个比较克制的态度，并没有随着马斯克的起舞。但是呢，也有幕僚报告说，其实马斯克最近呢，他一直这个情绪不好，跟他长期工作，然后甚至是吃嗑药有关，不是吃药是嗑药有关。所以甚至是在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记者招待会举行之前，就已经跟川普就提了一个醒那么究竟导火索是在哪里呢？有人猜测说呢，就在上个周末，那么马斯克他特地推崇的一个马上要接管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的这样的一个提名人，他的名字叫做 Gerald Isaacman。那么他实际上呢被川普否决了，川普说我不再提名他做 NASA 了。那么你可以想到，马斯克的 X-Space 公司，他与 NASA 有很多很多的合同，因此的话呢，他感觉到这个与他交好甚密的这个候选人突然不被提名的话，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当川普有他自己的考量，因为他从助手那里得到这位 Jared Isaacman 的过去呢，一直是向民主党捐款的，所以呢，他对那个人的忠诚度是有所怀疑的。但是马斯克觉得说，这实际上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一发不可收，就开始不断的用这种比较擦边的挑衅的方式，已经超过了这个政策本身的批评了，已经开始攻击川普了，说川普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因为没有他，川普是不可能赢得宾夕法尼亚州的胜利的，没有他，他也没有办法赢得大选。现在是民主党不仅仅是当总统，民主党占据这个众议院，在参议院共和党也只是微弱的优势，所以他把自己描写成一个大功臣来责怪川普忘恩负义，而且他提出来说我们要成立一个新的党，然后又说我们要把川普来进行弹劾，要让副总统万斯上台。那么这些就已经超越了他对政策的批评，已经开始攻击人了。那么这也许就是在于川普再也忍不住，然后开始来跟他在社交媒体上互撕的情况。我想这件事情有不同的角度，核心当然是大而美法案它本身应该要在大家的公审之下来辩论，但是意见不同的时候，辩论的过程
和后面擦枪走火，可能跟辩论的论述至少是一样重要。另外还有这两位人物在这过程当中所展现出他们的弱点，所以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不同的方向来看这个问题。诚实来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违反了两个人在他的阅历、他的经历、他们的角色上应该有的克制和风度。毫无疑问，一个是总统，另外一个固然是一个公民，是一个很特别的公民，是一个刚刚离开Doge 部门的一个曾经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特别的顾问，也是财富和产业界影响力，也让很多人非常佩服的一个特别影响力的人。所以他们两个都让人讲的比较直接点，让人有一个令人失望的表现。这就是引出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就可以让两个人这样的失控，你要问我作为一个万千选民之一，你说我对他们处理更为复杂的这些其他话题能有多少的自制、内敛、回想，还有一些策略，我就不觉得我有一个理性的基础说我有信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所以怎么样帮助事情回到正轨是重要的，然后明白他们作为一个也是有血气的人，有个性、优缺点的人，怎么样的能够有一个团队跟一个方式，将这些英文叫 de-escalate， 是要能够将争端聚焦，然后能够并不是说一般的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是说能够回到一个比较理性讨论的层级。我觉得这些是展现出很重要的一个领袖的特质，不然恐怕他们的损失跟我们国家的损失超过这件事情的本身，因为这件事情现在老实说也不在这两个人直接的手中。OK， 所以我觉得这样至少有这个事情的变数，这个事情的过程，他们两个的展现出的一些弱点，还有当然一些八卦不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讨论的重点。好，所以当然对马斯克已经非常清楚的华尔街表达了情怀，因为我看了一下，从3号这一天，特斯拉的股票354块4毛8到最低点，2天之后6月5号周四最低点一共掉了将近22%，现在回来之后最后还是掉了16.7%，代表说现在所损失的市值仍然超过1500亿，不是150亿，是1500亿。所以如果我是他的股东，我是一定对他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些都是马斯克作为一个社会责任，他没有去顾及的，所以我帮助大家从这不同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另外就是大媒体法案，其实我们在以前谈的时候也说过，它是有一些联邦收入的降低，10年2.5兆不可谓之不巨大，但我也必须讲，持平来说，在已经37兆美元国债的状况下，是不是应该这个事情用不到马斯克这样子的回应呢？我们基督徒经常说一句圣经里的话，就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许放在这两个本身就已经很明显有性格瑕疵的人身上，也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讨论的时候，今天也会有，我觉得至少我分享的
里头有很多是在想，说这个东西到底我们能够从他们身上这样的一个失败学习到什么呢？这个东西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启示呢？当然，我首先说回来一点，就是说我这个东西可能也只有在美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这样有权势的人和这样的一个，其实在科技上、在商业上、在创新能力上是一个人类第一位置的这样的一个富豪的这样的一个决斗哈，这是非常非常华丽的一场恶斗。但是这是不是就证明了说它对美国造成了一个极大的不可逆的一个影响，甚至说不可逆的一个损失呢？其实我们看市场上来讲，就除了刚才夏红讲的以外，特斯拉是蒙受了一个巨大的暂时的波动。然后可能川普的自己的那个什么 meme 那个数字货币也掉了10%几啊，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可能暂时在一个不是现金的财产的一个账目数字上暂时有所损失，但是对整个市场有影响吗？我觉得没有哈，没有人觉得说这个事情会特别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前景，甚至那为什么我还是要夸一下美国民主呢？因为你想想，如果在其他国家一些国家里头，如果发生了一个富豪敢去不用说这样的方式，而说就普普通通就是批评一下，说您这个大政方针我不同意，他有可能是下场是什么呢？被抄家入监狱啊！这是一个我相信大家都能想通的道理吧。所以你是宁可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看起来不怎么好看的一个八卦呢，还是说看到你什么都看不到，就是一个高压锅，什么事情都发生在幕后，然后突然今天他还是人上人，还是觉得说那么高大上，明天就成了阶下囚，这样好吗？第二个，我觉得说《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文章写得很好哈，就是说他的文章的标题叫马斯克是个天才，但不是个政治天才哈，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文章里头分析到，就是说工程师的这种创新的这种思维方式啊，和搞政治的政治家的思维方式的一个巨大的不同。因为搞科学和搞科技的人，他是要消除这种叫 ambiguity 的，就是说这种东西我必须得把它搞清楚，我要把它简化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层面上，我才能够有真实的能够创新的一个结果。那其实在这个事情大美丽法案上，马斯克就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特质，我就是要用我的所谓的第一性的原则，对吧？我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弄到一个不可简化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我们必须得降低政府的消费，我们必须得降低赤字，这是他唯一想的事情啊。所以他最后看到那个法案说这个事情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而且还增加了赤字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个事情完全不可以接受。这个事情这就表明他是这样的一种思维的人。但是搞政治的人，他不单单是说不要去掉那个模糊性和这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有时候他还要仰赖于这样的一个 ambiguity 才能够形成足够的共识。有时候甚至说他要拉进来的人，实际上他自己都知道我们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们要借助这样的一个多数人把这个事情往前推。我觉得川普在大而美丽法案上，其实从归根结底的那个第一性原则也许和马斯克没有冲突，他也希望实现这样的东西，但是为了能够实现这个东西，阶段性的至少说减少这个赤字激增的这个曲线的斜率，他不得不进行一些妥协。他有那么多的议员，他要得到这些人的投票，所以他最后就做出来这样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他两个真正的本质冲突，不是所谓的这种个人层面的这种 ego 和这个人之间的这种骄傲导致的，而是说他俩看待世界本身，一个作为科学家创业家，另一个作为其实原来是商人，他也知道怎么样去获得一个共识。然后当然自己这10年来他自己在政治上的成长，你也看出来其实川普是一个政治天才啊。所以一个科技天才和一个政治天才最后就有这样的一场冲突。邵阳，其实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哈。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在我们 Fremont 我们有很多的华人选民，他就是工程师，他的思维呢或多或少跟马斯克是一样的。我记得在当年2019年，我们弗利蒙市决定是否要建这个市民导航中心的时候来帮助这些无家可归者找到永久性住房的时候呢，那么很多当年投票支持我当选市议员的这些选民，他们就纷纷的表示反对。
甚至呢，他们提出一些非常让人觉得是很极端的例子，就是说，他还把这个导航中心就建在那个海湾旁边那个荒芜的地方，垃圾场的旁边，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没有人会受到这些无家可归者的影响那么当我和其他的市议员最后决定说好，就建在我们市议会后面的停车场，这样也不会把它建在居民区，也不会对现有的居民做任何他们觉得会受到的伤害的时候呢，哇，不得了！很多当初投我票的华人选民就开始在互联网上面就开始攻击我，并且甚至喊出了要罢免我的口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本身来说，其实在政治方面有很多是它不是一定要选一个最好的方案，而是要选一个能得到最多支持的方案。其实美国民主也是这样，因为毕竟你认为最好，别人不见得认为是最好。而川普他也说了，他说他实际上如果这个大而美丽法案不做的话，那么就是民主党他马上就是增加50%几的税收。那么这一条本身来说是和他当时竞选的初衷和诺言是相违背的，所以呢，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努力，是避免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他并不是能够保证马斯克看来最完美、最理想的情况发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们都需要来看一下说，是否在这样子的一场的争辩当中，是否川普是的确是有来为了把这个利益最有可能的实现而选择了一条折中的道路，而可能在这一点上马斯克就忍受不了了。但你忍受不了没有关系，你可以继续去批评政策，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我估计这个可能就跟这个川普分析，就是说马斯克可能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这跟他之前也是大量服用这些的像这个 ketamine 这些的药物有关，他就变得非常的易怒，然后偏激，甚至呢好像这个不顾后果的去发一些根本不着边际的东西，特别是他试图要把川普再和爱泼斯坦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来说，你想川普都经过2次的总统大选，如果他有任何的猫腻，那不被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对手被打了个半死吗？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一点以至于他发出来过以后，也没有人相信马斯克，所以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可能在这些已经急红眼了，就是等于说我们常常讲说他急眼了，以至于呢他就是口不择言了。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人都在劝他们要和好，包括像 Bill Ackman 这些的富豪，或者是共和党的一些的领袖。那我相信呢，和好总归是比两边继续来对骂好，至少不会再造成川普正在做各种各样其他的处理，包括和中国的关税进行谈判或者是和其他国家，包括这个德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的时候的一种的分心让他可以专注的来处理这件事情，而把这个大而美丽法案呢，就直接交给参议院，让参议院去来考虑它究竟什么可以通过，什么不能通过就好了。而马斯克呢，也可以就好好的再回去经营他的特斯拉公司，或者是Xspace 公司，甚至是他的 XAI 公司。那么这些本身来说，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事情。而真的这个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讲法，不是吗？中国人不是也有一句话相忍为国吗？ Bill Ackman 不是也说团结在一起更为坚强，而不是分裂，这是常识。当然我们并没有身处其中，也许不能体会他们两个一边的心情，但毕竟大家身上既然都有这种角色的扮演，的确还是得记住这一点。当然如果川普
总统还能够记得自己的角色，接下来能够扮演好总统的角色，英文叫 graceful， 开始优雅的转身，然后让人看见他珍惜，他能够表达，虽然有点失望啊，这是真实，但是能够表达可以尝试理解，众人看着他的优雅转身，我相信反而是给他一个加分，发现果然是不失为一个领袖的风范，那从而对这些国外真正的那几个疯子啊，对不起啊，那个我就不指名道姓了，那么大家就觉得他就更有这个能力啊、心力，还有我们基督徒叫做灵力、心灵的能力来处理这些事情。那马斯克恐怕需要去看一下医生哦，这个有点替他担心，因为他是一个不世出的天才，当然他也要谦卑的学习到，科技创新的成就完全与他是一个 rookie 新手的政治领域，他要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心。另外一个呢，也是替他担心，因为他固然说的没错，川普总统还有3年半，他有40年。他这就直接违反圣经上的话语，谁能够知道未来的日子呢？我真的希望他能够也是重新思考，回到他的专长。那回到 Bill Ackman 说的，大家团结在一起，然后相忍为国，然后为这个国家有更重要的事情，然后一起来努力，那不是更好吗？我们看起来今天还是大部分的人，我们在场的人还是更多的在批评马斯克啊，确实是他这个他有可能圣经上另外一句话叫败坏在骄傲以先，狂心在跌倒以前啊。我相信他是个追求真理的人，只是说圣经上也讲了，你要有真理，也要有恩典呀。你不能说只是说我有理了之后，我什么话都可以说吗？这个话，而且说出来的，你慢慢你就会觉得说他说的也不一定都是真的了。然后你就觉得说，哎，这个人我们看起来他是有自己的问题的，但是说实话，谁又没有问题呢？我们也好，川普总统也好，没有人是完美的啊。我觉得说还是应该抱着一个刚才大家这样的一个有恩典的态度，就是说是人都会犯错，即使像他们这样的人，他们也会犯错。那反过来说，川普总统我觉得也不是说无可指摘之处，一方面他也许没有必要用这样的方式去继续很小孩子气的去回怼了，另一方面在这个 NASA 的这个宇航局的这个任命的问题上，其实也有可能他有自己，不管是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偏见也好呢，还是因为他自己身边已经形成了一种信息真空，已经有很多的人遮蔽了他应该获取完整信息的这种能力也好呢，其实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他的说不能够任命马斯克推荐那个人的缘故，就像邵阳刚才讲，说是因为他就是曾经的民主党的金主嘛。可是川普您自己也曾经是民主党金主那么多年，这事情不是说不可以，铁板一块永远都不能变的吧？甚至川普本来很大的一个优点是说他蛮灵活的，对不对？其实无论现在的副总统万斯也好，还是说甚至国务卿马克·鲁比奥也好，也曾经都说过他很难听的话，但是他还是很大度的让他自己成为自己的内阁成员，这本来是个好事。我觉得川普应该想办法把这样的一个最好的地方，这样的一个灵活的地方，这样能为了真理有时候能够牺牲自己的面子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我们自己能够学习的就是说，我们自己都有认知缺陷呀。你在这个所谓的第一性原则和这个和别人有一个真诚的友爱的顾忌别人的爱人的心之间去怎么平衡呢？在这个情怀和实用之间怎么平衡呢？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怎么平衡呢？我们就真的希望说，这个国家能在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智慧之下，继续好好的用这样的2个强人继续带领这个国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做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